大伙啊，其实我前段时间一直想做地下城勇士来着，有时候想起来要玩，人都躺床上了，在电脑前面的时候又给忘记了。终于啊，今天想起玩 DNF 了。还记得小时候我的电脑特别垃圾，是个家里英雄联盟都要加几分钟的微波炉，根本玩不了单机。启动个 DNF 也好几分钟，每次要看到那个转个不停的蓝色圆圈数，一边数圈一边祈祷它能早点进去。后来玩到85版本跟90版本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把魔萨10跟10公时，竟然打游戏还能赚个几块钱的零花钱。直到后面版本更新玩不明白退坑了，最近又想回来玩一下，结果了解了一下，发现 DNF 的装备居然要什么胃呀，还要养到什么神50级左右才能跟上大部队，这直接给我整怯战了，这得干多久啊？后面又听朋友说 DNF 的胃啊10号就删了，还有速生活动，就回来再试试。但是我玩的是魔枪式，后面转职成了当年的校园道3帅之一赵云。我们先上号看一眼再说。这刚上牙有活动礼包，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领了先。我去，我这号上居然还有他们的600多万金币，刚到100级啊，上面还有一套100版本的手搓套装。所以我 DNF 现在没怎么玩，那隔三差五刷视频也会看看，知道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进团要靠名望。我们先把指定成长角色点上，看能抽到多少万名望。坏了，大伙啊！我解了半天安全模式，发现这个号绑定是我奶奶的手机号。我奶奶不识字啊，不太懂怎么看验证码。我现在人也不在老家，根本得换号了。OK， 借了一手朋友的 DNF 号，朋友跟我说他号这次名望提的特别多，版本更新之前1升50级的装备将近7万名望，连国服版都进不去，现在直接要7.2啊，一跃成为半步斗帝。我们直接在他号上搞一个指定速生，然后再用他加18武器的大号试下最高难度的新团本啊，开搞。正好朋友这边号上有个55级的剑宗，我们就用这个号啦。坏了，大伙啊！点完预约都进图了，我才发现朋友这个号55级没有预约装备，身上也没装备，砍那个跟头的怪一刀几滴血，差点被小怪像路边野狗一样踢死，直接退。好在这号上还有1000多万，我花2-3万金币帮他买个武器，这么折腾一番，我们也是终于能正常玩游戏了。我去，现在升级这么快吗？打了不到1个小时110级了。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指引就能刷到毕业了？打了3个 boss， 换了几个什么融合石，名望提到了5.6。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朋友告诉我，这个号再想提升，还要去刷图书馆和深渊，还有雾神，全弄好再把征服搞一下，估计能有6.6完善。但是打新团本的最高难度估计会很坐牢，我们这期做不了那么多，还是直接上大号展示吧。朋友这打还是个特化的手搓剑魂啊，那我得去学一下雾神机制，打个雾神热身，找一下手感。白说我之前也是有号的，真有 DNF 玩家不会玩吊机吗？我请问了。我去，这18武器真无敌了！我打雾神之前去学了一下机制，这个本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削了好几回了？现在只有打那个绿色的 boss 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头像右边是什么颜色就能稳过了。OK， 学会了，我们直接开始实战。树影之声的剧情大概就是迪瑞奇通过异次元裂缝来到了神界的那个神兽之身，然后污染了神兽之身的气息，导致好多神兽被腐化。现在我们要通过技能战跟这些神兽的元神打架，净化这个森林。不过我记得原来设定丘瑞奇不是本性善良、自我隔离了吗？怎么到这个剧情里又好像黑化了？这都什么意思啊？神界剧情没怎么了解，看不懂啊！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天之印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树影之声团本分为普通难度跟极难度，普通难度 BOSS 啊主线前面的几个承受，极难度打的则是天之印的守护者，就是剧情我们最后见到那个狐狸的3个阶段。这期我们就用朋友的这个加18武器的剑魂来开荒一波极难度的树影之声。极难度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隐者艾尔贡会试图丢石头引发爆炸，核心机制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会丢出大石头，然后变成这个石头柱子，我们得转一下石头柱子，然后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找到地图上的隐形石头撞碎。我刚打也不是很熟，直接这个破完机制里逛街被石块给砸死了，不疼再来。终于过了，第2阶段我们要打这个 BOSS 的狐狸形态。不是我说，这个狐狸形态的伤害就他妈了个逼的离谱，剩一下2/3血就没了。它的机制主要还是分光和暗2个阶段。这个狐狸的光暗形态，每次进破防或者增伤机制，都会在地上出现不同数量的球。暗形态的这个8球机制，我们得一边引导白色光圈去砸这些黑球，一边找跑过来的白色狐狸来转这些黑球。这不我刚才还没太懂，直接引着黑球砸这些黑球，直接给这些黑球干分裂了，白忙活，做完秒杀给我秒了。那因为这加18武器伤害属实有点高，光狐狸我都没见到。不过光狐狸我估计机制差不多，应该是相反的元素。暗狐狸还有一个极其逆天的切屏机制，
这个切屏的颜色特别暗，大面背景颜色一不小心碰到就死，反应慢一点都跑不出去。其实我最想说的是，这个狐狸是真的高，伤害又高，面积又大，竟然一个走位失误就直接给我秒杀了。这第3个阶段更是终极重量级，游戏玩法直接从横版格斗变成东方了。我们脑袋边上有个能量球，角色中心则是判定点，判定点每次被打到都会将能量球的能量条累积满了，就会出现一个球追着你的判定点，追上了就秒杀，追10秒左右，如果没追上能量球就能清零，东山再起。我本来以为第2个阶段就已经够逆天了，这第3阶段又是谁的部下乱放机关，一不小心就长半管能量条，还会彗星压之类。主要机制偶尔会范围丢出黑屏，影响我们对 AOE 范围判断，然后释放陨石术，拖到后面跑开就行了。除了这些激光和陨石术以外 ，BOSS 还会放一个类似魂环的圈儿，这好像是要先跑进去躲开，还有个灰圈，我们可以继续躲机关。整体机制就这些，接下来到我看我操作。拿下，宝刀未老啊，大伙啊！这个素影之人团们，我觉得除了 BOSS 数值有点离谱以外，还是挺有意思啊，都是些以前没玩过的机制跟技能形式，并且现在是金秋版本，还挺适合回坑。这样吧，大伙，本期视频3连合起来过2万，我们直接挑战丛林通关 DNF。不过我们先不着急下线，用了朋友的号，我们也多少来点表示表示，不是？给他来干个国庆套。虽然我们平时不怎么喜欢往游戏里充钱，但我们毕竟用人手短，10套买不起，给一套还是可以的。这期不良人联动男鬼剑 cos 李星云，我觉得还是蛮帅的。他这个号所有部位基本都是毕业附魔，宝珠什么的给他留着，让他自己给小号用吧。总而言之，我感觉这次 DNF 版本更新真挺不错了，去掉了喂养系统，还改到一大堆活动，的确是减干减负了不少。希望能继续保持这样良性的更新，老玩家可以趁这波活动还没结束，赶紧回流玩一下。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部小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个3连关注啊，持续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那这吧，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